有大叔同意交换。交换结束后，众人一饮而尽。等待药效起作用前，代理人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杯面和清水，可以放心食用。胖大婶毫不客气的拿起就吃，而大叔准备拿起时，众人惊愕的看向大叔，大叔解释只是手滑。而此时，毒药正在某个人的体内慢慢起效。乖乖男提出疑问：如何处理遗体？如果解剖的话，就会知道是因为中毒。代理人告诉大家，先申报失踪，再等待7年，之后会被认定失踪，你就可以拿到保险金，而分配下来的钱会由主办方当场代付。憨厚男还想提问，嘴角突然抽搐，呼吸困难起来，一阵干呕后倒在地上。憨厚男不甘地看向大叔，想起自己喝了本应该是大叔的毒水，最终失去意识。代理人检查后宣布憨厚男死亡，其余7人成为幸存者。7人的表情也由刚开始劫后余生的庆幸，转变为获得巨款的开心。而这些保险金分配后，只有胖大婶能还清债务，对于其他人来说却还。7个拥有1亿人身保险的人带着枕头来到餐厅，主持人神秘地拿出晚餐，却是一把左轮手枪。等待他们的是俄罗斯转盘游戏，手枪内有一发子弹，转动转轮后，7人同时对准自己开枪，直到有人身亡，至少是1个人，也可能是更多的人。幸存者将平分身亡者的人身保险。枕头的作用是阻隔在手枪和太阳穴之间，以免房间被溅脏。这就是生存游戏的第2轮。开始之前，小英再次和社会哥交换，短发美女则是和大叔交换，而不幸的人也将在这4人中出现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随着主持人的口令响起，7人同时扣动扳机。第一次还算幸运，有惊无险。第2次继续开始，众人再次摆好姿势，依然是一组空战。也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，连续2次的惊心动魄让大家忐忑不安。承受能力弱一点的大叔颤颤巍巍的起身，想要去洗手间缓解一下紧张，被主持人告知必须结束后才能离开。主持人鼓励大家一鼓作气完成游戏。第3次开始，倒计时结束后，一声刺耳的枪响回荡在房间，众人循声望去，短发美女应声倒地，其余6人惊恐地看着眼前一切，心有余悸。主持人宣布6人为幸存者，而这也是大叔第2次躲过死神。众人未得到巨款癫狂的发笑，只有小英看着逝者伤心。房间收拾完毕，主持人拿来奖金，扣除手续费，每人可获得1700多万。按照这样进度，小英和乖乖男只需要再赢2次就可以还清负债，而杨子和社会哥必须存活到最后才可以。至于胖大婶，已经挣到余生吃喝不愁的钱，但是为了追求刺激，还是选择继续参与。回到房间后，大叔拿出偷藏的电话，拨出一个号码，向对方告知这里的情况。社会哥此时敲门而入。大叔收起现金和电话，社会哥不客气地坐下后，聊起众人的奖金和酒店里每次游戏结束，主持人都会拿出现金，说出一个计划。如果这里进了强盗，另一边小英还在为短发女难过。胖大婶看着善良的女孩心生怜爱，一阵开导后，拿出自己的幸运宝物送给小英，嘱咐小英在做重要选择时一定要握紧。而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被主办方在监视里看得清清楚楚。休整过后，第3轮游戏开始。室内泳池里，主持人说出游戏规则：横架里有6个水槽，众人各选一个跳进去，盖子从上面盖起来，脑袋会自然进到温水池内。6人比赛闭气时间，如果支撑不住，可以把盖子打开继续呼吸。当然，其中一个盖子无法打开，这种窒息也是最痛苦的。看到大家的胆怯，主持人开导道：6人曾经都想结束生命，何必在意是以什么方式？主持人鼓励大家，除了打不开盖子的目的，坚持最久的人可以额外获得1000万奖金。杨子立马指出，此举是为了防止大家在不安的驱使下很快打开盖子，也就是让游戏变得更有趣。小英上前指责组织游戏的人简直是恶魔，主持人却反驳道：大家能活到今天，全是托主办方的福。而此时，胖大婶来到最后的水槽边上，让小英选择这个。凭借多年玩弹珠的直觉，大婶认定这个水槽是最安全的。社会哥讽刺大婶，正是因为直觉不靠谱，最后才会沦落到负债累累。大叔也猜测胖大婶推荐的是最危险的水槽。乖乖男劝小英，毕竟是赌上性命的选择，让小英慎重做决定。小英来到水槽边，拿出项链，犹豫过后直接跳入水中。随后，胖大婶选择了第1个水槽。其余4人一番讨论，大叔决定选择最后剩下的那个。众人选择完毕后，第3轮游戏正式开始。6人潜入水中，主持人拉下机关开始计时。时间缓缓流逝，1分钟的时候，社会哥支撑不住，率先打开盖子，旁边的胖大婶紧随其后。其余4人肺活量显然相对要好一点。然后是乖乖男，随着最后一个盖子打开，小英也安全浮出水面。那么淘汰者会是杨子还是大叔？众人紧张地等待着。将近2分钟的时候，一个盖子被打开，竟然是杨子。
主持人宣布杨子获得第1名，正在高兴自己拿到额外奖金的同时，却传来奋力撞击的声音。众人也都明白，大叔不会再出现了。男人想要抢走酒店内的所有现金，勘察地形时被小英撞倒，想要转身离开时，小英问起酒店有多少现金，成功引起社会哥的兴趣。小英提出合作，社会哥虽然惊讶，却也并未拒绝。两人坐在一起讨论计划。原来小英并非表面般简单。小英告诉社会哥，现金一定藏在餐厅，因为看到主持人从餐厅运送现金。社会哥说起酒店内的监控，小英一语道破，可以切断电源。社会哥又问到主持人该怎么解决，小英站起身，邪魅一笑，说交给自己就好。另一边，主持人在整理大叔的房间时，隐藏的电话响起。主持人接通后，神秘人才知道大叔已经淘汰。第4轮游戏开始前，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嘉宾，拥有余生享之不尽的财富，却要为了追求刺激来参加死亡游戏。而他就是一直和大叔通话的神秘人，也是上一届死亡游戏的幸存者。眼镜哥想要和众人一起参加游戏，替大叔报仇，不过必须经过其他玩家的同意。社会哥率先反对，毕竟几人都是拼尽全力才活到现在，而他却可以中途参与。眼镜哥打开提包，里面是5389万，再加上1亿的人身保险，以此作为入场资格。主持人开导大家，不止分配金额增加，而且众人的死亡几率也将减少到1/6。5人围坐一起整合意见。乖乖男觉得是件好事，杨子却感觉其中有问题。僵持不下时，社会哥询问小英的看法。小英提议接受眼镜哥，毕竟眼镜哥曾经参与过，如果是熟悉的游戏，肯定会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选择，到时候几人可以反向操作，对此加以利用。游戏开始，房间里有6把椅子，6人坐下后按动开关，其中1把就会连通高压电流，一瞬间经过全身，不会有一点痛苦。众人虚伪的让眼镜哥先选，眼镜哥推辞不过，一番观察后选择1把自认为安全的椅子，其余5人见状围在一起，竟然玩起石头剪刀布。眼镜哥和主持人虽然疑惑几人的意图，却也并未阻止，直到社会哥胜出，露出兴奋的表情后，来到眼镜哥面前，请求眼镜哥把椅子让给自己。眼镜哥稍作犹豫，直接起身说起这个游戏的可怕之处就是全靠运气。随后众人开始挑选，只剩下小英和眼镜哥的时候，小英让眼镜哥先选。随后众人落座，脱下袜子。开始之前，小英调皮地向社会哥一笑。随着主持人打开电源，高压电流开始流通，灯光也受影响，忽明忽暗，直到一只手臂缓缓下垂。主持人关闭电源，游戏结束，幸存者们纷纷庆幸自己多存活了一轮。主持人来到眼镜哥面前，淘汰的人竟然是眼镜哥。主持人宣布过后，幸存者们上前确认时，脸上再也没有同情的表情，甚至玩笑地说道：“眼镜哥是特意回来送人头的。”经过第4轮游戏，小英不仅还清欠款，还富余1000多万，胖大婶最多，乖乖男富余2000多万，而社会哥需要成为最终赢家才能还清，杨子再赢2轮就可以。人口接二连三的失踪让警察注意到这家神秘的酒店，主持人以刚刚调来为由拒绝配合，两人决定回去申请搜查令。临别时，主持人说出以男人的身份向高利贷借钱似乎不太合适。等到几人离开后，柱子后的乖乖男露出邪魅的笑容。经过上一轮的游戏后，乖乖男和小英不仅还清负债，剩余的巨款也足够重新开始。主持人劝说两人离开，乖乖男发现自己迷恋上这种刺激游戏，决定留在这里。意外的是，就连小英也选择留下来，以此赢取更多的奖金。胖大婶的苦苦开导依旧无法改变小英的决心。回到房间后，大婶心疼地责怪小英不该留下来。乖乖男分析小英很会思考，善于算计，相反，大婶反倒是这里最单纯的人。隔壁房间里，小英和社会哥继续商量盗取酒店现金的计划。另一边，杨子问起主持人：“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”原来主持人和杨子的父亲曾是挚友。第5轮游戏开始，锅里面有5种蘑菇，其中1种含有剧毒。小英悄悄告诉大婶，老师曾经教过如何分辨毒蘑菇。主持人说起规则，每人夹起1种蘑菇，推荐给指定的人，不能有一点剩余。决定顺序的方法是扑克牌，抽到点数最大的人第一个使用筷子。社会哥抽到红心 K， 乖乖男是7，大婶抽到1张2。小英安慰大婶，说不定还会有最小的。下一秒，小英翻开纸牌，竟然让自己抽到，而杨子是1张黑桃 K。依照国际惯例，黑桃最大，顺序也由此产生。杨子挑选自认为最像有毒的蘑菇，交给了社会哥。社会哥挑选后交给乖乖男，乖乖男则是递给了杨子。只剩下了大婶和小英互选。大婶想起小英的话，询问小英剩下的哪种有毒。一番真情流露，感恩能和小英相遇，决定以身试毒，让小英代替自己走下去。挣扎过后，小英指出右边的黄色蘑菇，正感动于大婶的善良时，却发现大婶把有毒的蘑菇放在自己面前。小英不可置信地看向大婶，迎来大婶诡异的笑容。乖乖男不耻于大婶的卑鄙，大婶嘲笑乖乖男太过天真，才会给陌生人做担保。但是游戏还要继续，
小英委屈地把仅剩的蘑菇放在大婶面前。随着主持人的口号响起，几人开始大口朵颐。女孩涂上指甲油，静静地等待死亡。杨子却笃定小英不会有事。剩余几人催促主持人：“不幸为何迟迟不见效？”大婶突然痛苦地倒地，挣扎着询问小英为什么。小英俯身蹲下，对大婶说着对不起。大婶目目圆睁，不甘心地吃下最后一颗爆米花。主持人宣布结果后，小英癫狂地笑出声。杨子道破小英早就知道哪一种才是毒蘑菇，小英不置可否。经过5轮游戏，幸存者每人获得4000余万的巨款。小英拿出大婶送给自己的项链，拜托主持人将其扔掉。此举惹怒了社会哥，众人也才发现小英才是几人中最可怕的存在。第二天，曾经调查过酒店的警察再次到访，对主持人分析，失踪的人都是背负着巨额欠款，由此猜测这里进行着大规模的博弈。男警告诉主持人，目前的信息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。主持人以为男警要勒索自己，不料男警却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。仅剩的参与者被集合在大厅，社会哥一路躲过监控，来到一处密室。新的游戏即将开始，社会哥迟迟不见身影。主持人宣布社会哥弃权，游戏照常进行，但是本轮是4个人的游戏。之前的男警缓缓走出，由男警来填补社会哥的空缺。至于参与游戏的资本，主办方已经帮其提前垫付，而新的游戏也将更加残忍。主持人打开4扇窗户，说出规则，每人选择1扇将头伸出，其中1扇设置了断头台。男警这才明白之前的人为何会失踪。小英调皮地询问男警会选择哪1扇，杨子提醒道：“别被恶魔般的人耍得团团转。”小英率先来到1扇窗户处站定，然后是乖乖男。杨子和男警选中同1扇窗户，杨子大度地让男警先选，两人虚伪地客套起来。小英和乖乖男在一旁挑拨，不要因此后悔终生。主持人提醒时间不多，提议两人猜拳决定。一番博弈之后，男警拿下选择权，杨子无奈来到最后1扇。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，4人将脑袋伸出窗外，正要按动机关时，乖乖男恐惧地喊停，请求铡刀掉下来的时候设置个信号，以此做个心理准备。主持人贴心地打开留声机，游戏正式开始。4人再次将脑袋探出窗外，音乐声响起，随着倒计时结束，铡刀落下。短暂的寂静过后，乖乖男后怕地瘫倒在地，杨子收回身体，庆幸自己成为幸存者。这也意味着男警和小英中会有一个人身首异处。男警发出癫狂的笑声，感叹游戏的紧张和刺激。主持人来到小英身边，推动小英的身体，小英缓缓倒地。主持人转身宣布3人成为获胜者，而3人中只有男警还有大额的负债，乖乖男和杨子都已赢到难以想象的巨款。窗台下身首分离的小英流露出不甘的眼神。妙龄少女身首异处，就连尸体都无法善终，这就是和恶魔做交易的代价。主持人手中的花篮里露出的一缕秀发，也在证明着赌命游戏的残忍程度。一切处理好后，杨子和乖乖男想起失踪的社会哥，钱包和行李仍在房间，但是找遍酒店角落都不见其身影。主持人强调自己只是被主办方雇佣，对别的事情一概不知。杨子提出查看监控，毕竟身为玩家，有权知道同伴的下落。监控室里，杨子看到房间里的洗手间都被拍得清清楚楚，吐槽主办方的恶趣味。主持人解释监控只是用来做记录，让大家放心。而当几人看到社会哥鬼鬼祟祟的身影后，细心的杨子发现了端倪。社会哥消失后，监控缺少了7分钟的画面，杨子怀疑是主持人将其删除，因为这个房间只有主持人可以自由进出。主持人辩解自己对此并不擅长，随后便将几人赶出房间。为了搞清楚酒店的秘密，杨子一路跟踪，发现主持人进入一道暗门，感觉真相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壮胆进入密室，却不知这一切都被另一个监控全程记录。正当杨子悄悄观察密室里的情况时，主持人从身后走出，提醒这里不能随意进入。杨子质疑主持人的佣人身份，主持人再次强调自己和大家一样都是被主办方选中，只不过是协助大家完成游戏。杨子继续追问心中的疑惑，都未得到想要的答案。而当主持人打开一个房间后，两人彻底惊讶，社会哥竟然背部中刀，惨死在地上。杨子吓得连连后退，怀疑主持人是凶手，主持人却说自己没有胆量杀人。接着怀疑一向冷静的杨子为何会如此惊慌。杨子解释，不同于谋杀，看着别人在游戏中死亡，更能感受到生存的喜悦，而主持人则是在这里见惯了死亡，才会如此平静。主持人告诉杨子，社会哥的死亡并不会影响游戏的进度，拜托杨子对此保密。第7轮游戏开始，几人到齐后，主持人说出规则，一共5张椅子，每人各选1张。主持人转动转盘，弓弩随之转动，停止旋转的瞬间，弓箭会精准地射向心脏位置，如果射到没人的椅子，则重新开始。乖乖男率先选定1张椅子坐下，男警仔细观察，依旧犹豫不决。杨子贴心地告诉男警，如果不能决定的话，自己可以帮忙。男警谢绝地说道，自己只是在享受这种心惊肉跳的状态。说罢，选择1张椅子坐下，杨子则随意地坐在乖乖男身边。主持人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，男警如同未卜先知般机智地更换椅子。游戏正式开始，
主持人上前安置弓箭，转动转盘后，弓弩缓缓转动。为了不被殃及，主持人拿过盾牌挡在身前。三人盯着剑端，表情各不相同。乖乖男面露胆怯，杨子用平静掩饰着恐惧，南景则是略显兴奋。直到弓弩慢慢失去动力，转盘停止，一箭射出，竟然是南景第一次选择的椅子。杨子和乖乖男惊魂未定，南景则兴奋地说着自己刚才的决策有多英明。主持人安置好弓箭，第二轮即将开始时，南景及时打断，询问是否可以换到被弓箭扎过的位置。得到主持人肯定的回答后，南景分析道：被扎过一次的位置绝对不会连续中招，就连主持人都夸赞南景的机智。杨子却讽刺道：不管如何，几率上仍然没有任何改变。南景断定自己的选择不会出错。主持人再次推动转盘，乖乖男恐惧的不敢去看。杨子紧紧盯着剑端，南景露出胜券在握的笑容，掌握几人命运的弓弩不疾不徐地转动着。片刻后，力道逐渐消失，从乖乖男身上划过，接着转向杨子，直到完全停止，弓箭射出。主持人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切，杨子和乖乖男从恐惧中回过神，中箭的人竟然是信心满满的南景，而南景临死前都在后悔做出的决定有多愚蠢。主持人宣布南景淘汰，杨子和乖乖男成为幸存者。杨子嘲笑南景的选择，随后看向乖乖男，两人也都明白，最后一轮的游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清晨，两人并肩来到大厅，主持人最后询问两人是否坚持参加。天台上，主持人说出规则，面前的8条绳子中有2条各连接一个沉重的巨球，另一端连接着枷锁，两人带上脚镣，用剪刀剪断绳子。如果剪到绑有巨球的绳子，其中一人会被拖动直到坠落，而且这些绳子错综复杂地缠绕在地下。主持人也并不知道哪2根连接着巨球。绑上脚镣后，杨子和太医用猜拳决定先后顺序。经过连续3轮的平局，主持人不禁调侃道：两人就像恋人一样，心有灵犀。第4轮的时候，杨子胜出，率先拿到剪刀后，随意的选择一根绳子。太医默默地为杨子祈祷。倒计时结束，绳子被剪断，两人急迫地看向结果，所幸巨球纹丝不动。游戏继续，杨子把剪刀传给太医，太医选择好绳子后，不舍得看向杨子，明白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御姐。倒计时响起，太医剪断面前的绳子，也并未出现任何异象。杨子接过剪刀，此时只剩下6根绳子，两人的死亡几率也减少到1/3，而结果也将在本次出现。但是究竟谁会淘汰？卡托！片刻的寂静过后，正当3人长舒一口气时，失重的巨球开始降落，连接的绳子断裂，杨子被铁链牵引，应声倒地，快速被拖动到平台边缘。即将坠落时，太医紧紧抓住杨子的手臂，但是巨球的重量岂是两人能够抵抗？杨子最终还是从高空跌落下去。经过8轮游戏，太医成为唯一幸存者，一共获得将近8亿的分配金。赌命游戏终于结束，而幕后黑手也即将现身。男人竟然邀请失散多年的女儿参加赌命游戏，看着女儿在游戏中丧命，始终不愿相认，2个男人合力把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的尸体处理好。在太医的不断追问下，真相终于揭晓。宫二原本是一名教员，班上的一名女生因为遭受霸凌而自杀，宫二被迫辞职后依然遭受着舆论的谴责。为了家人，宫二和妻子离婚，年幼的杨子由妻子抚养。宫二时常以杨子父亲好友的身份带着礼物去看望，不过宫二也没想到杨子会在赌命游戏的受邀名单上，但是规则始终无法改变。宫二想起社会哥的尸体，带着太医来到密室，请太医帮忙收拾现场。两人费力地把尸体搬运到通道里，太医发现以社会哥的身高和体重，单靠小鹰是无法从密室拖动到仓库，猜测有人在帮助小鹰，而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让游戏能够顺利进行下去。经过8轮游戏，太医成为最终赢家，一共获得将近8亿的分配金，但是如何运走成了问题。太医请主持人帮自己想办法，宫二先生隔空对话会长，而这也是太医的目的。揭开会长的神秘面具，不出意外，会长缓缓来到两人身前。网友们猜测会长是赌命游戏的参与者，但是究竟会是谁？喝毒水的老实男，俄罗斯转盘里中枪的短发女，溺水的大叔，吃了毒蘑菇的胖大婶，被杀的社会哥，身首异处的小鹰，100米高空坠落的杨子，亦或者是中途送人头的眼镜哥，还是被公母刺穿的南景。随着面具被摘下，会长的真实身份终于揭晓，竟然是溺水的大叔。原来大叔曾经负债累累，失去生活的渴望，最后通过黑市筹借到资金，时来运转成为富豪。为了探究运气的意义，专门主办这场游戏，而参与者都是大叔的实验对象。不过大叔在前2轮确实真真切切的一同参与，但是被其他玩家交换水杯或者手枪，这才幸免于难。在第3轮游戏前，大叔通过数据分析运气用尽，所以使用氧气管作弊假死。太医讽刺大叔是个疯子，大叔却向两人讲述运气的真谛，邀请2位运气王参加最后一场游戏，以此探究出运气的本质。原来
宫二先生就是上一届的最终获胜者，但是宫二和太医都已赢到巨额分配金，即使会长许诺把奖金增加到100亿，两人仍旧不为所动，直到会长说出两人的痛点，以此激将。桌子上的2支注射器里含有麻醉药，一旦注射就会毫无痛苦的慢慢失去知觉，直到心脏停止跳动。小瓶子里面是解药。两人注射过后，立即开始猜拳，3局2胜，胜出的人将会拿到解药。第一轮猜拳开始，经过2次平局后，二宫率先赢下一轮。太医问起会长，通过数据分析，应该已经知道两人谁会存活。会长坦然承认，却不打算把结果告知两人，因为就算知道结果，命运的流向也会发生改变。比如小樱杀死社会哥，明明已经监测到两人的数据，但还是出现这种人为的意外。不过会长研究的方向是运气，而非预测外的事物，所以早就分析出小樱和社会哥会拿到多少分配金。游戏继续，第2轮猜拳，太医胜出，暂时打平。随着解药的注入，太医露出满足的表情。第3轮猜拳，二宫再次胜出，比分来到2比1。只要二宫先生再赢一轮，就可以存活到最后。在会长的催促下，第4轮猜拳开始。不出意外，太医赢下本轮，比分再次打平。太医长舒一口气，感受着和死亡擦肩而过，感叹人在死前会想到什么。二宫猜测太医应该和自己一样，在想念杨子。太医违心的承认，会长戳破太医是在想美食吧。事实也正如会长所言，会长解释，大部分人在死前都会想到食物。太医问起入住酒店后的饮食，早上的纳豆，晚上的杯面，两者是否有特殊含义。果不其然，纳豆有助于血液凝固，杯面可以刺激神经和肾上腺素，让食用者处于兴奋的状态，这也是参加游戏的众人没有退赛的因素之一。决定命运的第5轮比赛开始之前，会长拿出2个信封，白色代表幸运，黑色代表不幸。会长取出白色信封里的支票，在上面写下100亿，活下来的人可以带走。至于黑色信封里面，则写着即将死去的人的名字。这份名单早已准备好，在8人来到酒店的那天，会长连同二宫先生的名字一起放到数据库进行分析，预测到最终比赛的结果。二宫先生这才明白，从一开始就被会长算计。最后1轮猜拳，3人对于决定命运的游戏也重视起来。经过几轮的平局，结果终于揭晓。太医胜出，会长拿出信封里的纸条，果然写着二宫，和模拟的结果一模一样。随着最后1支解药注射进太医的身体，二宫先生恭喜研究成果的同时，拜托会长利用大数据拯救更多的人。太医请求会长救救二宫，毕竟研究成果已经被证实。会长遗憾地告诉两人，除非把运气转赠，不过目前还做不到。但是这将是以后研究的方向，因为会长在二宫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性。原来在十字弓的游戏中，本该是杨子被刀，但是二宫先生把运气用到了杨子的身上。二宫先生恍然，当时的确祈祷杨子不要死。至此，赌命游戏全部结束。二宫先生祝太医好运，随后慢慢闭上眼睛。沉默过后，会长把支票放在太医的手中，太医落寞地转身离开。而此时，计算机里的数据更新完毕，运气的真面目显现出来。对比图上，左边是会长的数据，正在碾压着右边的太医。会长再次兴奋起来，追赶上太医，提出最后一决胜负。如果自己赢了，就没收太医的所有奖金，不等太医同意，直接喊出口号，伸出右手。而当看到太医的动作后，会长直接呆愣，落寞的身影并未停留，垂下的剪刀手却击碎了会长一直以来的信念。会长快步返回查看计算机，异常的数据让会长彻底崩溃，努力多年的研究竟然只是一个笑话。再次转身时，房间里已空无一人。与此同时，二宫先生踉踉跄跄地走向处理尸体的通道，恍惚中仿佛看到了杨子。回归正常生活的太医看着手中的支票，仿佛赌命之旅是一场梦，将支票撕毁后走进人群中，而行人脸上的面具似乎也在预示着每个人的运气都不可被探查。